让我讲个耐人寻味的事。我认识一个人，15岁就背井离乡出去闯荡，先是在快餐店做了好几年服务员，后来跳槽到一家家喻户晓的运动品牌连锁店，凭着过人的销售手腕，愣是爬上了店长的位置，业绩好的让大区领导都眼红，巴不得他能多管几家店。这个人算是我见过的少数从底层摸爬滚打却混得风生水起的人。他身上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？对人的置之不理。具体点说，比如一起出去吃饭，头待会见面的朋友招呼他吃点什么，他不会应声开动，甚至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。再比如一群人组团出去玩，领队叫大家帮忙看看地图什么的，换成一般人早就屁颠屁颠凑上去了，他却连搭理都不搭理。又比如坐车的时候，除非有特殊情况，普通人都会礼让一下吧，他完全不吃这套，直接霸占最舒服的座位。关键在于团队里明明有比他名气更大、家底更厚、性格更讨喜，甚至有更需要被照顾的老人，他却始终我行我素，独树一帜。一开始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讲道理，这家伙分明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精，为什么偏要这么做？直到今天早上我才恍然大悟，因为底层人总是被呼来喝去。如果你是个底层人，或者被贴上底层的标签，你的精力、时间、行动就会被视为无关紧要，可以被随意侵占。让你干你就得干，让你吃你就得吃，让你坐差的座位你就得坐，让你吃亏你就得吃亏。只要你看起来容易被摆布，你就注定会被摆布。如果你不学会比常人更强硬的拒绝、更自我的应对方式，你就会在一次次被使唤中不断降低底线，被掠夺无数东西。今天早上我穿着睡衣，头发乱糟糟，迷迷糊糊地去小区扔垃圾。新换的垃圾分类系统让我有点摸不住头脑，我手里的可回收水桶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正费劲琢磨着。这时一个中年男人盯着我看了几秒，突然开口：“你把桶拿过来。”我当时脑子还没完全清醒，以为他是个像以前那样帮忙分类的好心志愿者，就准备把桶递过去。见我真要递，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竟然让我走过去送到他手上。过来，他又喊了一句，语气像在发号施令。我瞬间清醒了大半，脑子里冒出个问号，凭什么我要舍近求远，把垃圾送到他手上？但我还是懵懵懂懂地拿过去了。他接过桶，瞥了两眼，头也不回地扔进了自己的废品回收小车里。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他让我送过去，只是为了自己收桶卖钱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那个店长为什么对人不理睬。如果换成他，听到送过来这种使唤，根本不会搭理，直接把垃圾扔进最近的桶里，扬长而去。那个中年男人为什么先盯着我看了几秒才开口？因为他在掂量、评估我能不能被使唤。见我迷迷糊糊，看起来好糊弄，他就试探着使唤一下，试试能不能得逞。当他发现我真的听话，准备递东西时，他变本加厉，第二次使唤直接变成了命令。而我直到最后才猛然醒悟，他只是想省10步路，占个小便宜。在此之前，我先是以为他是热心志愿者，后来以为他是执行新规定的工作人员，直到最后一刻都没往他只是想使唤我牟利的方向想。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。疫情期间，我去社区做核酸，排队时得先填流调表，里面主要是问你最近有没有去过高风险地区之类的问题。我后面站着个一看就混迹社会的人，他跟我挨着填表，突然问我第一项填什么，说自己没填过。我没多想，觉得帮人一把也没什么，就简单跟他说了一下表的填写逻辑，毕竟我堂堂正正也算乐于助人。他听完没吭声，又问第一项是打勾吗？我说对，你没去过高风险地区就勾第一个。他又问那第二个呢？我有点纳闷，心想他为什么不自己看，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了一下。他还是没什么反应，接下来我填一题，他问一题，最后干脆说你填完给我看，我抄一下。这不就是如出一辙吗？
让人醍醐灌顶的发现。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灯塔，我们下期见。